你没有看错，这是一段出自1956年的真实录像，记录了史上最著名的生化危机。画面中的女人浑身抽搐，身体不受控制的扭动，看上去有如影视作品中的丧尸一般。超过5万只猫也难耐折磨，集体跳海自杀，受害人数超过12000人，一举成为世界8大公害事件之一。1956年4月21日，日本农村的一名5岁女童突患怪病，出现口齿不清、走路困难、突然狂叫等症状。还没等医生查出病因，女童就赫然夭折。医生只能以中枢神经系统怪病暂称这种怪症，当作是某种先天基因缺陷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可没过多久，当地村民也陆续出现这些症状，他们浑身抽搐，口吐白沫，不由自主地放声尖叫，死亡病例猛然增加。这引起了医院细川院长的高度重视，他在上报情况的同时，立刻将病人集中隔离。可患病人数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成倍的增加。更诡异的是，当地的动物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，患上这种怪病的猫同样行走困难，浑身抽搐，最后不约而同的集体跳海自杀。据统计，当时竟有超过5万只猫跳海自杀。细川院长调查患病人群后，发现他们都是生活在沿海的居民。细川院长于是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附近的海水，他组织了调查队火速前往调查，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海面上漂浮着的全是死亡的鱼虾，散发出阵阵腐烂的恶臭。在对附近的海水抽样化验后，更是发现水中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，其中汞含量更是超标了50倍。它会在水生生物体内富集，转化成剧毒的甲基汞，被人体摄入后会直接侵害脑部神经，破坏掌握身体平衡的小脑和各种感官系统，造成人体的诡异抽搐，严重时甚至可以直接致死。可如此大量的重金属元素又是从何而来呢？细川院长立刻想到了附近的氮肥化工厂排放的工业废水。可这家氮肥化工厂是当地的经济支柱，给当地1/3的居民提供了就业岗位，就连细川院长所在的医院也是公司名下的，背后的利益关系更是不言而喻。种种因素让这家氮肥化工厂得以肆无忌惮地向海里排放工业废水。面对工厂的百般阻挠，细川院长只能被迫秘密调查。他惊讶地发现，附近海域的鱼类身上每1000克鱼肉中的汞含量竟高达50毫克，意味着只要食用1000克的这样的鱼肉，就足以让人出现行走困难、浑身抽搐的症状。细川院长将搜集到的所有证据交给日本政府，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。可奈何氮肥公司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，政府直接销毁了所有证据。细川一怒之下辞去了院长职务，一直到10多年后的1968年，相同的病症再次大面积扩散。迫于舆论压力，政府这才公布真相，承认了该病是由氮肥公司排放工业废水导致。这就是真实发生在1956年的日本水俣病事件。可此时已有上万人受到水俣病的影响，上千人因此痛苦地死去，其中还有不少儿童，自打出生就遗传了这种怪症，连自主行走都无法完成。然而那些受害者一直等到1973年才得到了氮肥公司的口头赔偿，整整拖到了2004年才基本发放完成，而此时已有上万的病患痛苦离世。氮肥公司的工业废水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，也让当地以渔业为生的渔民失去了经济和食物来源，陷入了严重的贫困生活。不少像细川院长这样的正义人士也遭受迫害，甚至有人自缢而亡。一切的起因都是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忽视，因为一时的利益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危害。如果不加以节制，下一个水俣病又会出现在哪里呢？对此你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请点赞订阅支持一下。这里是奇闻揭秘官，带你看遍天下奇闻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